作为喜蛋新朋友，有必要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刚刚主持人介绍了，在北大读书是靠踢足球体育特长考上。听到这个 title， 朋友会说啊，那你踢球踢得一定很好。我说其实就那样吧，踢球真踢得好能进国家队。他说不对吧，真踢得好不应该能进世界杯吗？我知道进过世界，我也想写中国队进世界杯的段子，哥们儿那年没出生就是。在队里的位置是守门员，大家会对这个位置有很多刻板印象，总觉得我们很闲。朋友跟我说他也想当守门员，理由是这样看球可以不用买票。足球里面存在感最强的是前锋，聊天说到前锋，大家知道，哎 ，C 罗、梅西、内马尔。聊天说到守门员，大家聊天说不到守门员。我身边最知名的守门员是西红柿首富里的王多鱼。最好的前锋身价2个亿，最好的守门员身价只有4500万，但守门员守到最好可以瓦解那2个亿。西班牙吭哧瘪肚踢90分钟佛得角守门员，家人们给你把价格打下来了。守门员真挺重要的，我们在后场得指挥防守，得叫人回来回防，很费嗓子，而且球队防守越差，我们嗓门就越大。我是真见过那种弱队踢球，2个守门员能隔着球场落他5毛钱，也不用动，纯喊。2个人往那一站，跟看大门似的，就球来了，这个不让进，那个不让进，但淘宝闪购可以进。打开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我都想跟他们拼了。我也得喊队友防守，但队里有那种大哥，我这个人又有点蔫儿，这会让整个场景变得很尴尬。你得喊得大声，因为球场大，但你又得保持谦卑，因为大哥大。人怎么可能又大声又谦卑？你得喊什么你才能皇上吉祥？就是。之前跟一种国家青年队的球员踢过球，脚下技术非常细腻，踢得非常好，一场比赛能进我4个球，也是踢完那场比赛才变成的国家青年队的队员。现在面对我的选手眼里有光了。守门员都想上来2脚，以为是最佳守门员，结果是桃李满天下。但那场比赛我有自己的高光时刻，有一张我很喜欢的照片，是哥们整个人飞起来单场扑球，哎呦，我把那张照片，我说哥们真是太帅了，小普罗米修斯。但那球进了。守门员就是这样，同一个动作守住了，一夫当关；没守住，欢迎光临。小时候练球，教练跟我说守门员是球场上最后一道防线，你得守住底线。我说好的，教练。然后他就开始教我用垃圾话干扰前锋，偷偷踩人家的脚后跟儿。当开始叫我吐口水的时候，我说教练，咱们要不先守一下道德的底线？我一直觉得用垃圾话干扰对手是一个比较低级的技巧。我现在踢大学生联赛还是得有点素质。像对手现在进攻过来，我往那一站，我说工作找到了吗？保研成功了吗？这招也不能多用，因为用完对手啥事没有，队友给整糊了。但守门员其实是整个队里训练最累的人，因为每个人都得练射门。我们队30个人得踢300脚，他们踢进我才能下班，一直踢不进。你站在门前，你就开始替他着急。我头一次在门里，我说哥们儿，你们往门里踢呀！干啥呢？老踢不进，踢进了咱们下班了。哎，你们一个人浪费1分钟。好不容易守住了一个很漂亮的球，翻开录像，解说给我来一句：“哎呦，这脚打得真是精彩绝伦，可惜守门员发挥神勇。”可惜什么？哥们儿不是在拯救球队吗？你搁这可惜上，平时也这么说话吗？病人已经病入膏肓，可惜大夫妙手回春。我最喜欢的球员是巴西队的守门员阿利松，没什么人认识。
这个名字给人一种可以治感冒的感觉。上届世界杯巴西队点球大战被淘汰了，大家骂他没守住，我朋友不看球都跟着骂了3个月，很难受。后面我找朋友我说你们能不能别骂阿里松？他问我谁是阿里松，也问过那些调侃我的朋友，我说你们有想过足球比赛如果没有守门员会怎么样？他说会很精彩，89比72。但守门员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职业生涯比较长，毕竟能守住底线的人才能留到最后。像世界杯佛得角的守门员，他坚持到40岁才一战成名。我很想活成他那样，虽然希望渺茫，但我相信只要努力，我至少也可以像他那样活到40岁。讲完了，我就喵喵，谢谢你们。大家好，我是七七。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愿望，我想上恋综。因为我一直以来想要那种轰轰烈烈的恋爱，我现在已经谈过1次了 ，normal。但是其实我在谈过恋爱之前呢，我是没有谈过恋爱的。哎，反应很快哦。大概5年之前啊，有一个恋综，他们专门找那种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找母胎单身的人，有人还有印象吗？我当时就报名了，报了名之后已经开始幻想了，我说到时候4个男嘉宾。我追着他们玩儿，我这么玩儿，报名没通过，先把我玩了。那个导演拒绝我的理由是，他说我太重量级了。我刚开始都没听懂，我说我还是个素人呢。然后我才反应过来，我想阴阳怪气谁不会呀？我说节目体量这么小吗？这综艺不是 S 级吗？是小马的 S 啊！后来这个节目播了，我去看了，因为我单纯想知道他们没有选我，选了什么样的货色，太失望了。女生太漂亮了，男生太正常了，跟别的恋综没有区别。我不知道你们啊，但如果我要去看一个打着旗号为母胎单身的恋综的话，我是不期待看到好看的人的。我不希望点开之后是啊，这没谈过，不可能吧？我期待的是，不可能谈过。而且那个节目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去问他们为什么觉得自己一直单身到现在呀？他们都说没事耶，没有碰到合适的，装货。这个理由太假了吧，而且也太不牡丹了吧？如果让我上，我就会给出一个诚实的回答，不知道啊。一直在找，我绞尽脑汁，全世界的找啊！喜欢我的我看不上，我喜欢的又太多了。就是他那个节目，就是这种找人思路就容易出问题啊，确实出问题了。那个节目竟然有人塌房。哎，刚播的时候就被爆出来，里面长得最帅的那个男嘉宾之前谈过恋爱。我说哇哦，好意外哈！你找我就没有这个风险呢？真的，就算热搜上爆出来说七七以前谈过恋爱，玩弄过很多男人，伤过很多男人的心，根本没有人相信。你们只会在心里想，嘿，他自己买的吧，这是啊。我也根本不需要澄清哈，那些男的自会出来告我。其实说实话，我对那个恋综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他对于真实的牡丹群体缺乏调研，
真的，母胎单身想要什么样的恋爱呀？要命定的缘分，坚定的选择，要我心门紧锁，他破门而入。赶也赶不走，就是要爱我，好烦呐！就那个节目上，虽然都是俊男美女啊，但都是牡丹，都想要这种入室抢劫的爱情，那都想被抢，谁去抢别人啊？整个节目没有暧昧氛围，没有你争我抢，像几个柳下惠在那孔融让梨。他们一起去海边玩，海边多浪漫呐！结果女生走一块儿，男生走一块儿。我说干嘛呀？课间上厕所呀？这个节目根本就不懂牡丹，他设置那些普通的环节，想让他们拉扯。牡丹拉扯，牡丹哪会拉扯？去海底捞都不点扯面的。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不如让我来做，我要做我就做大体量的节目，不做 S 级，做 XL 级。我牡丹了太多年了，我属于是那个牡丹专家。接下来给你们讲一讲我对这个恋综的规划。准备好了吗 ？Follow me。第一次见面，先破冰，直接亲嘴儿。相信我，这个就是最适合牡丹的。要先把他们那个压抑的问题解决一下。而且这样的话，就算最后没有谈上，哈哈，也不白来。可能有一些人心里在想了，有些冒昧吧？哎，你管那个，就说想不想看吧。那大家确实没经验嘛，不会弹也没关系。歌手不是有那个帮帮唱吗？咱们整那个帮帮弹。你找一对海王海后，而且海王海后一定要找那种真心实意收徒的。你们懂吧？有一些人总是说不知道啊，顺其自然就在一起了，这种就不行啊。而且咱们可以找明星来当海王海后，也比较有流量嘛。女明星的话可以找那个潇洒小姐。男明星的话，随便找一个就可以了。你们想，这个到时候多精彩呀！到时候后采的时候问牡丹的女生，说她都教你什么了？她说我很好，让我要自信，而且一定要去爱一个会肯定自己的人。然后呢，我爱上老师了。至于那几个牡丹的男生啊，我发现他们已经进化了，他们已经不再空气投篮了，他们开始整那个破碎感。有人喜欢那个男人的破碎感吗？嘿，我也很讨厌，因为我有的时候觉得他们是在利用我们的同情心给他们当妈。真的，要我说，不如空气投篮。是不是大哥？真的，咱们实话实说，哎，空气投篮，至少说明这个男的他，哎，身体好，他跳得起来，虽然愚蠢，但是清澈，并且很真实啊，破碎感就很做作。这种呢，就让海王带着他们自我反思，每天全员附送。我不特别，我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我自卑又自大，没有读过几本书却感到很痛苦，但又无法表达，因为我没有读过几本书。
我在网络上用脆弱和文艺伪装自己，其实我只想看看腿。好，讲完了要喊啊！我其实还挺想上自己这个恋综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当然，别的恋综也可以啊。恋综要是再不来找我，我就要开始策划别的恋综了。要我策划，全部亲嘴儿，其他综艺都亲嘴儿，喜丹亲嘴儿，观众你们也亲嘴儿。哎，你管他好不好笑啊，都不白来，是不是？这个是开玩笑的，是开玩笑的。恋综确实解决不了真正的恋爱问题，只能靠自己打开心门，勇敢的去靠近他人，真实的去体验，幸福也好，受伤也好，人生一趟都不白来。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老王。我今年33岁，30岁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参加《喜剧之王》单口季，很累很累，是的，是的，成绩差的人也是累的，主要是反馈很奇怪，都来自于弹幕，很多发弹幕朋友很极端，你知道吗？要不夸我夸的看不懂，说从我的段子里面看到那种30岁的绝望的禅意。要不不看段子，主要帮演员调整体态。说我脖子短，是乌龟颈，乌龟的脖子，骂人太难听了。但你有没有看过乌龟吃东西？乌龟脖子不短的，乌龟是穿搭问题。我是纯短，还有那种网上那种帖子莫名其妙说哪个脱口秀演员脖子最短呀？下面评论大老王吧。好像大家确实在大城市都很在乎体重、体态这些，我也经常减肥，看不太懂很多减肥的帖子，说少吃点儿。朋友说你吃到8分饱不就好了？我说吃到8分饱了，那剩下的92分怎么办啊？我其实真的，我特别讨厌是那种减肥成功的人，很烦。你有时候跟他说，今天晚上吃点好的吧。他说，抱歉，我没有热量缺口，我没有热量缺口了。我把你腿卸了就有了。但你跟你的胖子朋友说今天晚上吃点好的，他说抱歉我在减肥。你跟他说明天再减，说行。谁说胖子不爱运动的？这不给台阶就下吗？很喜欢胖的朋友很会安慰人。你有时候就是抱怨1个月1斤没瘦，那种减肥成功的朋友就会说那种屁话。你真的做到干净饮食了吗？你真的做到好好休息吗？你真的做到天天好好运动？你真的有为自己拼命吗？我说你是谁呀？你是多邻国呀？我觉得胖子是有好处的，因为胖子不参与美丑的竞争，对吧？胖子长都差不多的。我有时候看宣传照是分不清楚我跟刘仁成的。我理解不了那种减肥纯为了变帅的人。我认为减肥等于瘦，但不一定等于帅；减肥等于健康，但不一定等于帅；减肥有可能会丑得更清晰，是吧？但你要说你从小胖到大，想瘦一次看看，我也完全能理解，但我也没有这个动力，因为我不是从小胖到大的人，我是20岁才开始变胖的。什么意思？就是我见过自己最帅的时候什么样，一般。
没必要的，我挺忙的，朋友，30多了，工作、生活、家庭一团糟，决定花足够多时间减肥，终于瘦到自己颜值的顶楼，一开电梯门 B2。而且饮食也定型了，因为我是内蒙人，从小到大就是羊肉、碳水，不怎么吃蔬菜，唯一的蔬菜是土豆。近些年才知道也是碳水。我们这个土豆怎么吃？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会拿高压锅压一锅羊肉，然后羊肉捞出来会剩下一锅纯粹的羊油，羊油炖土豆。你别管现在几点，谁吃谁午睡。在内蒙特别爱吃麦当劳，解腻。所以我完全知道为什么瘦不下来，我真的太爱吃了，我是那种吃到好吃东西会失忆的人。我吃了吗？开心。但就是这样，对吧？你年纪越来越大，你代谢越来越差，你就是身体会越来越差。我身体变差的很清晰，一年会有一个新的毛病。30岁那年脂肪肝，31岁颈椎病，32岁失眠，然后因为这些意外的养成了很多好习惯。因为脂肪肝开始运动，因为颈椎病开始不低头玩手机，因为失眠开始早睡早起，太有意思了。我现在好习惯越来越多，身体越来越差。你问我怎么养成这么多好习惯的？我说首先你得有一个坏身体。我说怎么身体差的收益这么高吗？我现在有点期待我的80岁了，成为自律博主。80岁高能量乌龟颈男孩自律的一天。人就是会越长大越发现真实的自己。我慢慢发现真实的我就是狼人杀里的村民，那种白天瞎忙活，晚上倒头就睡，没有任何技能，所有人看到你就知道你肯定是个好人。最擅长的事情是站错队，所以你跟同行也很难交流，因为大家作息完全不一样。同行基本上早晨6点睡，我6点醒，他们像给我守夜的。我想跟同行聊天，只能晚上我起夜的时候。前两天3点多给零检机回消息，零检机很震撼说：“王哥，你怎么还没睡？”我说：“我去上厕所。”他说：“王哥，原来你用的是企业微信。”我很怕30岁不成功，怕着怕着就33了，发现不成功是不会死的。30而立是不是就是 PUA 我们的话术，告诉我们什么年纪就该做什么事儿？做不到是完全可以的，而且你发现一旦30不立，你就是可以做任何事儿的。一旦30不立，其实你就可以31立，或者32立，然后33直接知天命。35岁被优化，3个6开，37、21天养成一个好习惯，80岁成为自律博主，偷偷吃羊油炖土豆。我媳妇儿说：“你是不是馋疯了？”我说：“你有没有从我的段子中感受到一种30岁的绝望的禅意？”就到这儿吧，谢谢大家，我是大老王。嗨，大家好，我是佳。我是一个摇滚乐队的贝斯手。但其实你们能分得清楚吉他跟贝斯吗？分不清。我身边很多人都分不清楚，甚至有人会问我说：“你的贝斯是吉他吗？”我说：“你的爸爸是妈妈吗？”他说：“我以为你们乐器也分地区，南方叫贝斯，北方叫吉他。”我说：“那我住在秦岭淮河，该不会弹的叫贝吉他吧？”干摇滚乐很不挣钱，所以我身边很多的乐手朋友的经济常识非常的贫瘠。今年3月份我们演出，我问他们，我说：“你们退税了吗？”我队友说：“摇滚乐不需要退税。”
我说我退了2000，他说啊，快教我。当时就帮我朋友退了500块钱，他整个人特别兴奋，他说哇，齐友你也太厉害了，你都会钻上面空子了。我说这个钱是正规途径，是国家本来就应该给我们的。他说都懂都懂，我就知道他没懂。他跟所有人说国家今年要给每个乐手发500块钱。就会有人过来问我说听说今年有那个摇滚乐补助，去哪儿领？我说对，今年干摇滚有国补。那天帮很多朋友退到税，所以那天整个晚上，整个 live house 所有摇滚乐手全在退税。整个国家最叛逆的一群人在干最遵纪守法的一件事。同样是艺人，有的明星偷税漏税，摇滚乐手不会退税。但是有的乐手退税就退税吧，非得装酷，跟我说自己注册不成功。我一看，姓名那栏给我填了网名。我说你填这个，国家应该不敢给你退吧？北京摇滚地下之王。我说就算退了你也收不到，这个钱应该退给窦唯了吧？最后终于注册好了，跟我说不许告诉任何人我退过税。我说 OK 哈，突然发现哥们儿多想，根本没到起征点呢。家里都没米了，还担心一会儿晕碳呢啊！中间还问我怎么合理避税，根本就没有，你有什么税要避啊？一个摇滚乐手，如果你非要避的话，只用避一个税，就是避免和粉丝税。我觉得太不酷了，你不知道可以退的吗？我说可以退，你就开始想着避税。我觉得逃避太不酷，咱们干摇滚的应该迎难而上。我们不仅不应该合理避税，我们应该非法纳税。没到起征点不管，去税务局扔2000就跑。确实很穷，但我觉得穷是摇滚乐的精神之一，对吧？所以很多时候你不是穷，你只是很摇滚。你穿的不是2手衣服，是新裤子。住的更不是什么合租房，是万能青年旅店。在我眼里，我觉得干摇滚挣不到钱是件很浪漫的事情，琼瑶。我觉得摇滚乐手就应该穷，穷的时候我写的歌词就非常真挚的穷。我最爱去的唱片店，他也没撑过那个夏天。为啥没撑过？因为他只看不买。那么火了之后，他写的歌词虽然也很穷，但你总感觉他偷偷接商务了。可是我把吃卖了。下一句呢？该不会是什么2手车买卖哪里好吧？那当然是。哎，等什么呢？我可没接商务。不挣钱，所以不能挑活，所以接过一些奇怪的演出。我们接过一个景区的活，到了发现这个景区是一个寺庙。我说怪不得问主办我们今天在哪演，他说我们在一个 live house。哇，那天整个庙里面除了没头发的就是长头发。小和尚其实不理解，他说你们这6根弦的乐器怎么这么吵？不是说6根清净吗？我觉得小和尚都绝望了，他可能想这就是绝望的禅意吧。就感觉我们在这儿演摇滚乐特别不合适，感觉那个被杀死的石家庄人立刻就往生了。而且总感觉我们想跟寺庙比一比，就虽然有轮回，但摇滚不死。那个景区离我家很近，所以我妈带着亲戚们来看我的演出了。你知道东亚小孩一辈子的课题，只要亲戚们在底下看着你，哪怕你在演摇滚乐，你都没法大大方方的。那天全程我队友很愤怒，而我很羞涩。
梁山来了个林妹妹，他们在那摇滚不死。我说，我说，绕坑走呢。其实我对我妈的感情很拧巴，因为我妈一开始完全不支持我干摇滚，她觉得不挣钱嘛。但我妈越不支持我就越反抗，越反抗我就越摇滚。但一旦我妈认可我的话，就显得我干摇滚这个事儿吧特别孝顺。其实我一直在想，我说虽然我妈一言不发，但会不会我妈其实内心已经认可我了？会不会我演出到家就看到我妈给我买了一把崭新的琴？如果真的看到我，就会眼含热泪对我妈说：“我说妈，你买的这是吉他。”但事实我妈那天什么也没有说，我就问她，我说妈，你是来看我演出的吧？我妈说不是，我来庙里上香的。我说许了什么愿呀？她说不重要，因为她自己已经实现了。天给我讲。Hello， 大家下午好。来到我口音的世界，好不好？哎，我叫曾勇，我从小是出生在云南的一个小山村里面，直到我长大一点出去读书，我才发现我特别的土。我记得当时我其他的同学都穿上那个名牌鞋，我穿的是那个山寨鞋，不是假鞋，是我们山寨自己做的鞋。还有一个特点是，你们也看得出来，我长得特别黑，从小黑到大。哎，小时候我为了变白，我也悄悄用过我们云南的一些配方。小时候给自己喷那个猛男白药，确实有用。喷完之后，没有人说我黑了，都说我体味重。哎，记得当时读书的时候，有人传说我长得黑，说我特别不好惹。听说我在道上有很多兄弟，哎，当时我社会都没出过呀。我当时想的是，他说的那个道，不会说的是那个赤道吧？赤道。那些兄弟名字叫几内亚。所以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之后，我会在感情里面比较自卑，我也一直没谈过恋爱。直到我20几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生，她非常的优秀，她在这个中科院的昆明动物所读博，还985的硕士。所以刚开始我跟大家的疑问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看得上我。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她的科研方向是东南亚人口种族发展进化与变迁。怪不得刚跟我在一起就说要救了父母。但是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科研方向嘛。哎，他问我说：“曾勇，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家族的族谱、民族的族谱呀？”我当时在想，这女孩不一般呀啊，看上有这个高贵的哈尼族血统。我还跟他说：“我说你不要着急嘛，你都还没有毕业的嘛。”后来我才知道，没有我家的族谱，他毕不了业。到我知道他的科研方向之后，我觉得不应该自卑，我该自信，是他需要我，是科学需要我。我就很坚决的跟他说：“我说要不我们分手吧，你一直在利用我。”他说好的，反正我快毕业了。所以这段感情因为这种原因最后分手了，但我感觉这段感情里我是成功的，因为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告诉过他我家祖坟在哪里。就经历了这些生活之后，我会想去做出一些改变，你知道吗？我去年开始上节目之后，会开始了解一些皮肤管理项目。就比如那个光子嫩肤。啊，你们看得出来，光子的确遇到对手了啊。还有时候我也开始买很多潮牌，就比如去年最流行的那个做旧风。哎，我买完之后穿上那个做旧风啊，像别人捐给我们山区的衣服，你知道吗？而且我可以把所有牌子的潮牌的衣服穿成我们民族的风格，就都说民族的是世界的嘛，我可以把所有世界的穿成民族的。就是不是这些改变还不够？我是不是在想离那些精致的生活太远了？对，我也开始了解那些所谓的精英中产在流行什么项目运动，我也开始去了解那个高尔夫球。我真的有一次去打的那个高尔夫球，
我就才打了2分钟之后呢，我就立马发了朋友圈。我发完朋友圈之后呢，有个朋友在底下评论到说：“是不是主人玩累了，让你玩一会儿？”我很生气啊！打球什么累的嘛？刚刚解球的时候才累。所以经历过这个事之后，我打高尔夫球的心态都变了。我不是想把它打入洞好，我是觉得打得越远越好，越远越好，让那个捡球的球童辛苦一点。哎，想不到那个球童呀，开着个铲车就把所有的球都吸下来了。我在想，果然我的人生再怎么努力，就是干不过有产阶级。所以我就一直在想，那高尔夫球也没什么好玩的，它甚至呢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弹玻璃珠、弹玻璃球。哎，我都在想，是不是这些人长大了、有钱了，不好意思趴在地上玩，才有了高尔夫球，你知道吗？而且我经历过这些之后，有些时候就是觉得不用刻意改变，做自己也挺好的，对吧？因为在生活中，比起所谓高贵的高尔夫球，我更喜欢弹那个玻璃珠。哎，主要是我弹玻璃珠的时候，没人会走过来跟我说：“是不是主人玩累了，让你玩一会儿啊？”好，今天讲到这里，现在真要。嘿、hey,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卓妍，2楼的朋友李卓妍，我是嗨。今天想要讲讲纹身，不用担心啊，我问过了，是可以讲的啊。我纹身是为了当一个狠人。我是初中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因为当时我也是短发，会比现在再长一点点，但由于我长得有男有女的。所以在别人眼里，我可以是短发女，但通常是个长发男。所以男生愿意跟我玩嘛，但都挺没轻没重的。有一次，他们拿了我的手机去玩，真的是玩手机，那群弱智仔抛接我的小灵通，那手机在我头顶上飞来飞去，我根本够不着啊！他们还边抛边说：“李卓妍，咋不接电话？”我咋接啊？这不都飞行模式了吗？我去找老师嘛，老师帮我把手机拿回来了，然后顺便把它没收了。说学校本来就不让带手机，我说班长不也带了吗？他说人家班长成绩好，不会影响学习。我说也没影响我的呀，我不一直垫底吗？他说如果想要拿手机回去的话，只能叫家长。我当时打了1圈电话，叫来了我大伯。我印象中大伯的脸一直是红的，小时候我不知道那是因为他酗酒，还以为是因为他仁义。他当时耳朵夹着1根烟，露着满手的纹身，就这么来了学校。虽然他抽烟喝酒纹身，但大伯是个好男孩。因为他不仅帮我把手机拿回来，还把那些男生给唬住了，指着他们问我说：“阿妍呢？想玩他们的手机吗？”我狗仗人势，我说不用了，我不玩2手的。以前我以为在学校里面只有成为了学霸或者校霸才不会被找麻烦。我不想当校霸欺负别人，当学霸过程太漫长了。要不我当大伯吧，纹个身就好了呀。因为同样是墨水，刺在皮肤上，比装进肚子里要快得多了。学习我得日日夜夜头悬梁，但纹身只需1个小时锥刺股。所以我就决定要去纹身，要当大伯。之所以为什么不选抽烟喝酒，是因为这些都要持续购买，是个消费陷阱。纹身1次管1辈子是长期主义啊。但我的钱不多，我只能去那种最便宜的纹身店。就一般的纹身店会称自己为工作室，我去的那个只能称为窝点。就是那种从正什么鸡排跟蜜什么冰城中间的楼梯上去，在2楼挺隐秘，
我一开始也差点没找到，幸好水王用甜筒指着。那纹身师把我赶走，他不让未成年人纹身，他说你好歹把校服脱了再上来。我说我高3了，18了。他说你别撒谎了，你连喉结都没长出来啊。后来没办法，就买了纹身贴。成年后也考虑过纹身，我本来想直接纹那种霸气的图案，什么青龙白虎那些，但我做不到，因为我有品味。我想纹小狗，哎，小狗也很凶啊，吉娃娃咬人也很痛的，我纹的时候还特意没拴绳的。我一直在经营我这个狠人人设嘛，我不抽烟的，但如果有人给我递烟的话，我就会说我戒了。怕别人知道我酒量差，我也说戒了。反正来什么戒什么。直到开始有人传说李卓言啥都沾过。后来我纹身贴的越来越多啊，因为相信只要我看上去够狠，就没人敢来找我麻烦。但可能看着有点太狠了，就是别人遇到麻烦的时候，真的会来找我。有次演出嘛，一个工作人员过来找我帮忙，说有个醉汉非要进剧场。哎，那醉汉闹事儿我也怕呀。我当时看着手上那只小狗，哇，好可爱。我开始期待能有一个奇迹，就是这只狗可以跳出来，然后为了我变成狼人模样。我只能硬着头皮过去了。我边走边卷袖子，想要露出更多纹身，即使我穿的已经是一件短袖了，所以看着特别滑稽，像是一个鼓起勇气去打疫苗的小孩。我也不敢起冲突，想跟他讲道理，但对方太醉了，无论我讲什么，他都只重复一句：“我朋友在里面。”我说：“你让他出来接你嘛，我朋友在里面，逼得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我说：“你朋友不要你了。”我俩就这么一来一回，持续了起码5分钟，像是一对糟糕的漫才组合。他人走之后，工作人员过来跟我说：“哎呀，幸好你来了。”但是我挺后怕的，我跟他说：“下次这种事要不先找别人吧。”然后他说：“其实我问一圈了，只有你肯来。”我当时就愣住了。对呀，保安咋没来呢？其实纹身没有让我变成一个狠人，它只是我对大伯的一场 cosplay。结果那个工作人员到处添油加醋的说我有多狠多狠，但也一次都没提过我的纹身。所以我再想想哈，我可能之所以觉得大伯狠，可能也不是因为他的纹身，而是因为那天在学校里面我打了1圈的电话，只有他肯来。讲完了，谢谢大伯，也谢谢你们。大家好，我叫陈爱。其实我比正常人少了个东西，不是脑子啊，是阑尾。因为我之前不想上学，就装病切了。对，因为上学的时候一直有个女生欺负我，然后有一次学校春游。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我吃的被他扔了，就没吃饭。然后下午走着走着就觉得肚子有点疼，捂着就蹲下了。当时老师和同学都来看我，就连那个欺负我的女生也假装关心我。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啊，但我当时就一个想法，我不能好。然后我妈带我去医院检查。当时给我检查的是一个年轻医生，他就用手在我肚子附近到处按，问我哪儿疼，但我根本说不出来。本来以为要被拆穿了，结果那个医生特别负责，他看我支支吾吾，还以为自己按太轻了，就开始使劲儿，然后就不用装了。
按哪儿都疼。查到后来，我妈都想制止，说医生别查了，我们快治不起了。但还是没有结果。我看见那医生脸上出现质疑，他可能想怎么自己学到的知识，就是不能准确找到我的病根儿，因为病根儿在6年3班倒数第2排。摁我没用，你得摁住它。然后我为了不被欺负，就天天装病，说难受。我妈带我去不同的医院检查，那段时间可以说是见证了演员的诞生。首先疼这个事儿，光说我妈是不信的，要一边捂着肚子，再配上一点痛苦的表情。我当时就知道我妈不吃文本。吃呈现。去检查的时候也要注意，尽量说得很模糊，有点疼，但又好像没那么疼。医生说你一般什么时间疼？我不能告诉他周1到周5疼。那段时间不光磨练了演技，也在跟不同医生交手的时候学知识，已经能正确找到胃、阑尾、盲肠的位置。所以我也没耽误学习，他们还在上小学，我都学专业课了。最后其实确诊为阑尾炎，因为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没办法查这么细，开始给我输液，我很喜欢。虽然手上挂着点滴，行动不便，但一想到不用去学校，就很自由。我当时就明白，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点滴的自由。但医生坐不住了，他看我打了2个月针都没好，就提议手术。本来我是怕开刀的，直到我妈跟我商量说，你要想好，手术加上恢复，又得1个月不能上学。我心想，那还等什么呢？赶紧开始吧，再拖就要暑假了。最后手术的时候，医生是从我肚子里取出了一个看起来好像很健康的阑尾，但我也不会被拆穿，因为我感觉事情到了这个程度，他比我更需要保守这个秘密。术后扔掉那个阑尾，我妈还看了一眼，她不理解为什么别人的都萎缩发黑，就我的那么健康。可能因为有些东西跟人一样，看着挺好，但里头已经烂了。然后这个事儿过了很久，直到前几年《黑暗荣耀》播出的时候，我哭了。尤其看到文东恩身上那么多疤，想到我自己，一个都没有，只有一个阑尾的疤。因为他很会打我，能既让我疼，又不把我打坏。因为比起打坏我，他更享受那种让我害怕他的感觉。经常跟我说，信不信我揍你？他不想当个坏人，他想给我当妈。然后，所以你们可能觉得这事儿有点夸张，但我始终觉得我是赚的。因为比起开刀，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被打的恐惧，更让我痛苦。所以我这也是一种自保，就像壁虎断尾，只不过我断的是阑尾。我知道讲到这儿，你们可能会有点心疼我，那你们就心疼一会儿。但这个故事还有后续，就是去年那个女生的爸爸遇见我妈，说她因为乳腺癌去世了。因为她脾气一直很大，很爱生气。听到这个消息，我也没有多开心，因为我觉得打我几下罪不至此。我甚至有点自责，因为我觉得上学那几年是一个人性格的定型时期，该不会是因为我没反抗，把他惯坏了吧？所以如果重来一次，我会反抗，这也是在救我们2个，就应该我打他。
让他装病去医院，或许能早点查出乳腺癌。我要教会他一个道理：打不死你的，只会让你更健康。最后，医学上说阑尾是身上最没用的器官，但它却救了我，为我的青春画上句号。切阑尾的故事，就是我的青春疼痛文学。只是我的青春疼痛不是左耳，是右腹。讲到这儿，谢谢大家。